艺术的整合。5. 文学与表演艺术的整合。5.2 欧洲古典戏剧。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戏剧。伊丽莎白时代总体上看到了艺术的繁荣，但表演艺术也许对英语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最持久的贡献。中世纪的英格兰见证了道德剧和神秘剧的演出，甚至在宗教仪式和节日期间，演员也会表演戏剧。最后，英格兰各地的城镇长期以来一直资助公共表演，其中涉及音乐家、杂技演员和小丑。即使戏剧变得流行，这些也仍在继续。莎士比亚人物行列。第一批专业演员团由女王、贵族以及其他任何有钱进行此类娱乐活动的人赞助。可能由于英国宗教改革，演出了戏剧，现在完全没有宗教主题，与公共假期或宗教节日无关。远离分裂的宗教话题导致作家探索其他主题，他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在英国民族主义意识空前发展的时期，历史话题尤其受到新剧作家的欢迎。专业演员和剧院。自伊丽莎白一世在位之前，演奏者的公司就附属于主要贵族的家庭，并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季节性的表演。这些表演者的巡回演出逐渐取代了本土演员的神秘和道德剧的表演。伦敦金融城当局普遍对公开表演怀有敌意，但他的敌意被女王对戏剧的品味和枢密院的支持所压倒。剧院在郊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在 Southwark Free Zone。泰晤士河对岸的城市居民可以进入，但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范围。这些公司声称他们的公开表演只是为女王面前频繁表演的排练。但是，虽然后者确实获得了声望，但前者是职业演员真正的收入来源。法国古典戏剧。应用于文学的古典主义表达意味着秩序、清晰、道德目的和良好品味的概念。其中许多概念直接受到亚里士多德和赫拉斯的作品以及古典希腊和罗马杰作的启发。在法国古典戏剧，也称为法国古典主义中，一出戏应遵循3个统一：1. 地点统一； 2. 时间统一； 3. 行动统一。1. 地点统一，设置不应该改变。在实践中，这导致了频繁的城堡内部战斗发生在舞台外。2. 时间统一，理想情况下，整场戏应该在24小时内完成。3. 行动统一，应该有一个中心故事，所有次要情节都应该与之相连。戏剧统一性的相关概念。1. Les bienséances. 2. La vraisemblance. 3. 取悦和教育。4. 打破规则。1. Les bienséances. 文学应该尊重道德规范和品味，即使是历史事件，也不应提出任何无视这些准则的内容。2. La vraisemblance. 行动应该是可信的。当历史事件与可信度相矛盾时，一些批评家建议后者。3. Aiuti de lectare, aiuti prodes. 文学艺术要自觉遵循赫拉斯取悦和教育的箴言。4. 打破规则。这些规则或规条很少被完全遵循，许多世纪的杰作故意打破这些规则以增强情感效果。路易14时期的剧院。到1660年代，古典主义终于强加于法国戏剧。这部作品的指示揭示了法国古典主义的程度。本世纪最后20年和18世纪头几年的悲剧主要由 Pierre Corneille 和 Jean Racine 的经典作品主导。
在本世纪末，特别是在 Cribellin 的戏剧中，偶尔会出现回到本世纪初的戏剧性。多集、夸张的恐惧和怜悯，以及舞台上可怕行为的表现。早期法国歌剧。早期的法国歌剧在这一时期特别受宫廷欢迎，作曲家卢利 （John Baptiste Lully） 非常多产。与 Lully 合作的剧作家包括 Pierre Corneille 和 Molière。莫里埃的作品数量庞大且多种多样，他被认为赋予了法国礼仪喜剧 Comédie de Mures 和性格喜剧 Comédie de caractère 的现代形式。直到世纪末的喜剧将继续沿着莫里埃所描绘的道路。当代道德和礼仪的讽刺和常规喜剧将占主导地位。